你有沒有遇過那種一定要贏的人？不是比賽哦，是生活。討論事情一定要贏，吵架一定要贏，連賴對話都要贏。你跟他說，我們來溝通一下，他心裡是好，開戰。然後呢，事情本來只是小誤會，最後變成一場誰比較對的世紀對決。更猛的是，就算關係壞掉，他也沒差，因為他贏了。好，今天這段哥林多前書6章1到11節，保羅直接在講這種狀況，而且很狠。背景超簡單，哥林多教會的人彼此有糾紛，不是私下解決，是直接告到外面去。翻成今天，不是賴講開，是直接po文公審，不是好好溝通，是開直播講對方。然後呢，事情越鬧越大，最後變成大家都知道你們吵架，但沒人覺得你們有愛。保羅一聽，直接說，你們竟敢在不義的人面前告狀，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嗎？翻成今天白話，你們自己人都不會處理，還拿去外面放大哦。然後他開始一連串反問，超像在吐槽。你們不知道聖徒要審判世界嗎？你們不知道我們要審判天使嗎？翻成今天就是，你們未來要做這麼大的事，現在連這點小事都搞不定。然後呢，問題來了，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我們很容易把一件事情搞錯，我們以為我對比關係對更重要。你只想證明自己是對的，但你沒發現你正在失去人。保羅接着講一句超反人性的話，你們彼此告狀，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。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？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？這句很難接受。翻成今天，你為什麼一定要贏？為什麼不能輸一點？然後你心裡 OS， 等一下，輸那不是很吃虧嗎？對，這就是重點。這個世界的邏輯是，你不爭你就輸，但神的邏輯是，有些時候你願意放下，你才真的贏。然後呢，這不是叫你當爛好人，而是問一個更深的問題，你到底在守護什麼？是面子？是自尊？還是關係？因為有些贏代價太大，你贏了爭論，但輸了信任；你證明你是對的，但關係回不來了。然後保羅更直接，你們倒是欺壓人，虧負人，況且所欺壓所虧負的就是弟兄。翻成今天，你不是在被欺負，你其實也在傷人。這句很刺，因為我們很容易把自己當受害者，但其實我們也在用方式傷害別人。接着保羅列一串名單，不義的人，淫亂的，拜偶像的，貪婪的。然後他說一句關鍵，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。翻成今天，你們不是本來就很好，是神把你改變的。然後呢，如果你忘了這件事，你很容易變成一種人，對別人很嚴格，對自己很寬鬆。你會覺得他怎麼可以這樣，卻忘了你也曾經那樣。但保羅說，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並借着我們神的靈，已經洗淨、成聖、稱義了。翻成今天，你已經不一樣了，所以你的反應也可以不一樣。這就是整段的轉折，不是叫你壓抑，是給你一個新的選擇。你可以選擇不再用贏當唯一標準，而是用愛來決定你怎麼回應。所以哥林多前書6章1到11節在講什麼？不是叫你不處理問題，是叫你不要用錯誤的方式處理問題，
不是什麼都吞，而是不要用傷害彼此的方式解決。不是否定公義，而是提醒你，公義不該建立在關係破裂上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每一場都贏，而是知道哪一場不需要贏。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：你可以贏一場爭論，但只有放下，才能贏回一段關係。